这是在哪儿？头好痛！英英，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取代你。就凭你，也配做太子妃？那是从小订的娃娃剑。太子哥哥需要的只是将军府千金，不想再见到这个贱人。二小姐放心，这小蹄子的母亲，也搁这处理的。母亲，你们对她干了什么？等你下去，再好好问他们。来吧！丧彪，你竟敢坏我安龙寨的规矩！老大，对不起，我就是想赚点外快。好大的胆子！没有老大的命令，竟敢私自行动！先把他带下去，打50大板。不要，老大，50大板打废了！不要！救我！是他。这个没了娘的小贱种，以后乖乖听我的话，不然的话，有你好果子吃。走，母亲，走，母亲。云舒姑娘，你醒了，有什么需要跟我吩咐一下就好。难道这就是集无数土匪为一窝的暗龙寨？您也是被他们绑来的吗？绑？暗龙寨的规矩是不可以动妇幼老少的。民间传闻，他可是无恶不作。魏老大是因为常年劫富济贫，才被那些黑心富商恶意造谣的。所以昨天他救我。嘿，再来！啊！站好！是我，别杀我！我不是故意要偷看你的，我只是想来感激你。感激？你拿什么感激？我是将军府大小姐，我父亲回来的话，我会有钱给你的。好啊，那我要黄金3万两。3万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我难道不是土匪吗？那个，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件事啊？昨天那个人，你能不能把他给我？他是杀害我母亲的关键证人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我母亲是被无辜杀害的，我想给他报仇。事成之后，3万两黄金送到暗龙寨，你若愿意，我就帮你。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，英英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一直不愿与您成婚，就在昨日自杀了。啊！能够嫁给本太子，她有何不满？姐姐一直抱怨您胸无点墨，不学无术，觉得您配不上她。大胆，敢嫌弃本太子，大婚前自杀，她让本太子的脸往哪儿放？太子哥哥别急，同样都是将军府的千金，您觉得英英怎么样？自然是英英妹妹更有味道。崔云舒那个呆子，本王早就玩腻了。太子听说崔云舒是因为嫌弃他才自杀的，生了好大的气呢。太好了，这下再没有人能和我女儿抢太子妃的位置了。没了那个贱人在，一切都如偿所愿了。
当年要不是娘果断解决了那个贱蹄子的娘，哪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？太子殿下当真准备迎娶莺莺姑娘？反正我只是看中崔将军的兵权，娶他哪个女儿不都一样？可是，莺莺姑娘那蛮横无理的习性，您是知道的。她是难以胜任太子妃的位置。不过是一女子，等我拿到崔家的兵权。姐姐怎么这么想不开啊？云儿，你怎么这么不孝，就这样抛下我们走了？姐姐，大小姐如此善良，走了真是可惜了。是的，好端端一个人，怎么就自杀了呢？太子到！本太子今天有事要宣布，下月初8，我将迎娶将军府小姐。太子真是痴情人，云舒小姐都过世了还不忘婚约。莺莺姑娘为太子妃。太子要娶二小姐，人家头七还没过呢。太子哥哥，莺莺以后一定会倾心服侍您的。贺妈妈，哎，夫人，你说婚宴那日我穿金丝袍还是红莲袖？夫人穿什么都好看。我觉得你穿囚服更好看。大小姐没死啊！你快扇我2巴掌，我今儿没梦游吧？丧彪怎么办事？不是说会弄死他吗？说什么呢？你谁呀，在我女儿葬礼上胡言乱语？来人呐，快点把他赶出去！您刚刚不还说云儿不孝吗？怎么现在云儿来了，你反而要把云儿赶出去了？姐姐，你怎么没死啊？我不但没死，我还知道很多证据。丧彪，是二小姐指使我杀大小姐的，15年前也是谢夫人指使我杀的舒夫人。那是谁啊？你现在胡言乱语！您说大小姐不死，你就做不了太子妃，所以让我解决她。你说，是不是这小贱货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来污蔑我们？丧彪，如果我污蔑你们的话，那这棺材里面怎么都是石头？早就听闻玉夫人苛待大小姐，看来是真事儿啊！好你个荡妇，一直不愿与我成婚，原来是去外面偷人了。太子殿下也没闲着，这就宣布婚事了。我这不是以为他死了吗？崔莺莺，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？太子哥哥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们先把家事处理好，我们再来谈婚事吧。等一下，太子殿下，这些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，和莺莺无关。娘，别哭，只要你能顺利嫁给太子，他们不能拿我怎样。没想到谢碧池居然一个人揽下了所有罪名，真是太狡猾了。舒夫人的事已经过去了很久，没有留下任何证据。我有证据。15年前，我和老爷亲眼所见，谢碧池让人绑走舒夫人，只要我们一同上公堂作证，就能让她坐实罪名。那我母亲以前也经常会给我买糖葫芦吃。我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哼，你怎么了？小家伙，醒醒，应该是饿的。饿了，给你。慢点儿，
您是哪家的夫人？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没什么，再过几日，你的父亲就会凯旋归来。我相信，恶人一定会自食其果。崔仁叔，你也太不懂事了，这家丑怎么能外扬？让外人怎么看我们将军府？所以你早就知道母亲是被谢帝车害死的，你为何不作声？人都已经死了，还有什么好追究的？反正我是不去和你做什么证。这英英她不能没有娘，那我就可以没有娘吗？人死不能复生，我和你去作证，你娘她就能活过来吗？堂堂大将军，竟是如此荒唐可笑之人！哼，娘一样油盐不进，有多远滚多远。姐姐，爹刚打了胜仗回来，这是大喜事，你怎么能惹得他如此不快？你看看，还是人家英英会说话。敢问爹爹，您是只有崔莺莺一个女儿吗？那我算什么？我枉死的娘又算什么？像你这样忤逆父亲，不顾我崔家颜面，怎么配做我崔家的嫡女？父亲，您一定是忘了吧？母亲当初抛弃所有跟您在一起，我娘真是瞎了眼，才看上你这样的人。你敢？你是何人？敢擅闯我将军府衙？什么将军府？小爷我才不稀罕进呢。但有的人，你动不得，也不配动。哟，姐姐，这不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魏向明吗？你跟他混在一起，也太自甘堕落了吧！既然你说我杀人不眨眼，刚好我的刀也好久没饮血了，今日就用你的血来润润我的刀。放肆！堂堂护国大将军的府邸，岂能容你在这张狂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刚才我嫌外面那几条狗太吵了，就把他们给放倒了。你把他们都杀了？我不喜欢杀人，今天来这里就为了一件事，崔大小姐，我要带走。至于你们，好好掂量一下，这崔府我来去自如，夜里小心你们的项上人头。林叔，今日你要敢踏出崔家这个门，休怪以后爹对你无情。你跟不跟我走？香明，谢谢你的鼎力相助，可是我是崔家的嫡女，不能失了门楣，我不能跟你走。对不起，魏老大，眼下的场景，只有我待在崔家，才有能为我娘伸冤的机会。听到了吗？还不赶紧离开！以后不要再纠缠我的女儿。若是后悔了，你知道上哪来寻我。云舒啊云舒，都是这些天爹把你给骄纵坏了。去，到我书房静思几日，什么时候想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再给我出来。我已经3天没有吃过东西了。这不是还有菜叶子吗？你不吃？都是崔英叔这个贱人，害我在这里受这种苦。哼！娘，英英来看你了。呀，爷爷，你终于来了！娘在这里受了好大的苦。老爷回来了吗？他怎么说？爹已经和太子谈妥了我们的婚事。娘，你放心，英英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到时候再好好教训崔云舒。好，太好了。崔云舒都是我的。没想到平时满身匪气的魏大当家，安静下来还是挺笑气的。你吓死我了！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这大白天的怕什么？莫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我才没有，我是来给你送东西的。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了，不好意思啊，给不了你3万两了。这些是什么？我娘亲过世的早，不过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黄金珠宝。你把这些都给我了，你自己今后打算怎么办？今日你不跟我走，一定有自己的苦衷，也是我考虑不周，怕你被欺负，竟大摇大摆的去你家带你离家出走。
这不就是私奔吗？私奔？我做什么呢？这件事是我做错了，崔云舒，我给你道歉。算了，没事了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不然我今天也不会偷偷溜出来找你。溜出来？你被你父亲软禁了？只是被关书房，不过也差不多吧。那你要不要考虑来我暗龙寨做事？可是我不会打劫啊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让你教我那些兄弟读书写字。现在做你们这行还有门槛要求？多识几个字总不是坏事。那群没文化的，上次让他们几个去沈丞相家偷双鹿图，结果给我带来2只野鹿。都跟你们说了证据不足，这怎么还纠缠不清？已经有2个人证了，到底怎么样才算证据足？来人，带他们出去。江公公，我都按您交代的做了。放心，明年太子殿下一定给你升官。哎呀，那就谢谢太子殿下了。太后饶命啊！都是戚贵妃威胁奴婢的。本宫早就怀疑太子懦弱无能的性子不像本宫亲生的。戚贵妃这个贱妇知道命不久矣，竟敢调换了本宫的孩子。娘娘息怒，现下找回真太子才是当务之急。本宫的孩子被你们带出去之后，现在还活着吗？禀太后，戚贵妃命我将孩子丢在大街上，之后就……混账东西！你传太医，快点传太医！没事，只是我那苦命的皇儿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拉出去，乱刀分尸，剁成肉泥！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我知道太子身上有块胎记，是块紫色的暗纹。老大，云舒小姐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。安叔，我母亲的事情还是没有线索吗？您都已经找了她15年了，还是不肯放弃吗？放弃？我怎么放弃？你让我怎么想？一个母亲把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就这么扔在大街上。我这些年劫富济贫，除了皇宫，我几乎找遍了阳城的每家每户，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像我母亲。安叔，你说我的母亲不会是当朝天后吧？那我岂不是太子？老大，您确实是太子。我马上就收拾好了，我一会儿去哪儿教书？不着急，明天开始也行。你怎么了？你哭了？胡说！没想到小魔王也有哭鼻子的时候。我都说了我没有。云儿云儿别哭了，云儿云儿别哭了，云儿云儿别哭了。娘，我娘确实是这样教我的。小时候我哭鼻子，她就是这样告诉我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好一点？有吧？对了，我听说你父亲已经谈妥了崔莺莺和太子的婚事，准备即日就完婚。这么着急？我父亲是不知道太子想要我崔家手里的兵权吗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个就跟抓野猪一样，太急容易跑，但如果提前设下圈套，就可以拼命往那边赶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这么着急成就婚事，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？估计两边都心怀鬼胎。太子荒淫无道，天后一直想要废除他，奈何朝臣不允。若是他与我崔家结亲，势力一定会增强，天后一定会被威胁到的。你说像天后那么英明的女子，那怎么生得出来像李世维那样的草包呢？之前确有传闻，说太子并非天后所生，后来被压下来了。仔细想来，确实不假。你爹知道真相，两人一拍即合，狼狈为奸，就跟那些坑害穷苦人民的富商一样。不可能，我爹乃是国之栋梁，一生戎马。虽然有时候是偏心了些，但在国家大义上还是分得清的。他一定是被威胁了。哎呀，娘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都怪崔玉书那个贱人，害我每天在牢里都吃不饱。还是我女儿好，马上就要成太子妃了。
娘，你放心，等我跟侍卫哥哥完婚啊，我就把宫里的好吃的全都带给你尝尝。哎，别光想着吃，和太子成婚之后，这万事都要小心。宫里可不比外面，千万不能像以前一样这么刁蛮任性的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就放心好了，我教出来的女儿，肯定比舒夜韵那个贱人教出来的要好得多。爹，娘，侍卫哥哥约我5号去赏花，我先回去梳妆打扮了。去吧。这丧彪已经在牢里自尽了，以后这种事一定要处理干净。我也没想到他会说出15年前那桩事情。现在云舒已经知道了，那我们以后……没关系，一没证据，二没证人，翻不起什么风浪。倒是那云舒跟他母亲一样绝，就怕他会追究到底。当年舒夜韵不就是知道了？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太难了，很多人连字都认不全。我说人是4笔，他们就拿4支笔一起写。他们大部分都是流民，能吃饱饭就不容易了，想要读书写字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我明白，不是人人都能如我这般。真希望有一天，这世上所有人都能吃饱饭。所以在你当上暗龙寨大当家后，你别收留这些流民。只要我手能够伸得到的地方，我就不会让一个人饿死。昏尸魔王就是这样的人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哦，我是觉得你这样的照顾不全，劫富济贫终究不是长久办法。为何不耕种或者是贩卖女工来赚补贴债用呢？那就得问问阳城的贪官们了。崔将军亲自登门，下官惶恐啊！这地收的怎么样了？除了暗龙寨，都已经归了朝廷了。本将西征归来，这军饷已经消耗殆尽了。下官明白，其余的数都已经凑齐，只有那暗龙寨，他油盐不进的。一个土匪窝你都管不了，这官不当也罢。哎呦喂，将军，不是下官无能啊，实在是那土匪太狡猾了。他们用百姓当人质，下官实则是爱护百姓，不敢太过强硬。何人如此大胆？就是暗龙寨的大当家魏向明，大小姐也认识他，据说是他救了大小姐。魏向明，将军啊，此人外表忠厚，内心奸诈，他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，汇聚了一群流民，而且啊，还有好多老百姓受蒙蔽给他做事儿。哼！好你个魏向明，扰我家宅，还敢欺骗我的女儿！将军，如果您能抽调一队军士给我，我一定能灭了这个暗龙寨，让其归于咱们朝廷的文化之下。请将军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啊！也罢，看在百姓的面子上，我便调你一队人马。将军高义啊！何妈妈，你是看着云儿长大的，怎么还任她胡闹？不是让她闭门思过吗？竟敢私自搬去了暗龙寨，这让我崔家的老脸往哪儿放？老爷，小姐和您吵了一架之后，这才去了暗龙寨。你立刻去暗龙寨，把云儿给我接回来。我崔卫的女儿绝不能待在这个土匪窝里。是。扮成山匪，半路截杀。没想到新探官居然霸占了这么多土地。他通过威逼利诱，收集大片土地，全部种上荔枝，供皇宫里的娘娘享用。可荔枝是南方才能种的，阳城地处中部，根本不适合种荔枝。所以每百亩良田，只能产出1、2亩荔枝，其余的不是溃烂，就是不生作物，简直丧尽天良。这些田地要是给百姓耕种的话，可以养活万名百姓。老大，不好了！刚刚在山下发现了一名妇人，疑似被土匪劫杀。但是我问过寨子里所有的兄弟，没人出去过。知道是谁杀的吗？不知道，已经被兄弟们带出来了。贺妈妈，怎么会这样？贺妈妈，
我已经没有娘亲了，我在崔家只有您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还有脉搏，快请孙大夫。你放心，孙大夫是有名的神医，贺妈妈一定会没事的。他身上有多处刀伤，看似土匪用的刀，但其实是被利剑所伤。意思是说，他是被人刺杀的？我觉得是，但是还好，他没有刺到心脏，有的救。多谢大夫。不客气，放心放心，走了。贺妈妈，还好你没事。有人要故意陷害我安龙寨，但只杀一个，并不足以激起民怨。谢谢你，魏老大。你看你既然是我安龙寨请过来的夫子，便已归我罩着。这点小事不足挂齿。我刚刚听孙大夫所说，他将刀伤研究得如此明白，听起来不像是医生，更像是仵作。不错，他之前是衙门里的仵作，由于新坦官要他在尸体上做伪证，他便辞官不干了。难怪，正如孙大夫所说，贺妈妈是被人故意伪造成土匪劫杀，能把她送来安龙寨的，只有我父亲。或许是你那庶母也不一定，一切等贺妈妈醒过来，便真相大白。新郎新娘到，新妇入门吉祥福到，瓜瓞绵绵，耳昌耳赤，同心同德，一世一家。新郎入门。崔将军，太子性情顽劣，以后就要靠英英操持太子府了。太后，您太折煞小女了，以后还望太后多多照顾英英。一拜天地，天地为鉴，喜结良缘；二拜高堂，子孙满堂；三拜夫妻对拜，琴瑟和鸣，携手百年，礼成。敬茶。我听说崔府大小姐近日搬到了安龙寨去住，还当起了夫子，教人识字。回太后，那些其实都是传言，实则是那安龙寨的大当家把我的云儿掳去的山寨。我担心女儿的名节呀，怕传出去不好听，便说是她自己搬去的安龙寨。哦，女子名节在小人嘴里吗？这不要总是为了男子薄面，把所有罪责都推到女子身上。名节这东西是我们自己拼来的。天后说的对，女儿一定倾心倾力辅佐太子殿下。开宴！等等，云儿，今日是英英大喜之日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走，快随我过去招呼客人。还轮不到你来替他做主。好你个土匪啊！你拐走云儿不说，竟然还敢在我女儿大婚之日闯入太子府，简直岂有此理！礼仪，我今天就是来讲理的。诸位贵宾，我有一礼，不辩不明。云叔，今天是英英的大婚之日，你作为长姐，有什么理也不应该这个时候变，还不赶紧滚回家去！身为长女，确实应该孝敬父母，照顾幼妹。可这15年来，我自认为从来没有逾矩过，那你们又是怎么对我的？
谢碧池总是找各种方法打压我、苛责我。这15年来，我从来没有过怨言。即便我这样忍着，我的妹妹竟然伙同土匪来绑架我，拿鞭子拷打我。要不是魏老大救我，我现在早就成孤魂野鬼了。云儿，你怎能如此诋毁于我？自从你母亲去世之后，我可一直是把你当亲生女儿，哪曾有过半句苛责？姐姐，你怎么能如此诬陷我？凡事都要讲证据，哪里来的土匪？你有证人吗？不是都被你杀了吗？你简直血口喷人！锦衣卫们，将此人抓下去！你们要证人是吧？好，我有。老爷，您忘了，是您派我到暗龙寨接小姐的。青薇怎么回事？为何没有杀了贺妈妈？哦，贺妈妈，我听说你在山路上被山匪给杀了，我还有点这个惋惜。毕竟你是我崔家的老人嘛。是你派人杀了贺妈妈？你胡说八道！父亲，知道贺妈妈去向的人只有你。你无非就是想要贺妈妈死，然后让我娘亲的死无对证。好你个混账东西！有你这么编排你的亲生父亲的吗？我看你是这些年读书把你读傻了吧！来人，给我把大小姐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放肆！这是我崔家的家事，本应念在今天英英大婚，不与你计较。你反而在此口出狂言，你就真不怕我龙武卫灭了你的暗龙寨吗？父亲，我只想知道15年前我母亲到底为何而死，为什么你永远都只偏向他们？难道我娘亲不是你的夫人吗？你，看来今天这家宴是吃不上了。太后，是微臣疏忽，后差之事让太后您见笑了。事后臣必当进宫赔罪。以前我主后宫之时，这些阿杂小事甚是惋惜。现在想来，后宅哪有小事啊？女子之间的事，便是这世间的大事。崔云舒，好名字。民女崔云舒拜见天后。本来只是想今天替我母亲查清死亡缘由，没想到叨扰了天后，还请恕罪。既有冤屈，为何不去衙门？顺天府辛大人以证据不足为由，将民女赶了出来。顺天府尹何在？启禀天后，卑职顺天府尹新贪官叩见天后。堂堂府尹，连宗案情都查不出来，受害者还是一品护国大将军崔卫的正妻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天后恕罪啊！天后，堂堂天子脚下的阳城，居然都不能还一位母亲公道，这说明你无能，说明朝廷无用。罪臣罪该万死。你不是该死，你是必死。天后，不是下官无能，也不是下官故意不查，是太子殿下不让查呀。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不让你查了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太子，你是让江公公告诉下官说，让把此事拖延到后来不了了之。哎呀，天后为我做主啊！天后、啊，你放屁！你不仅推诿责任，还胡乱攀咬。谁允许你在本太子婚姻之上大放厥词的？我杀了你！嘿！紫色胎记，我儿。向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问题。太子殿下这么着急杀人灭口啊？混账东西！你竟然敢拦本太子！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住手！身为太子，竟在自己的婚宴上舞刀弄枪，成何体统？母后息怒，儿臣实在是气不过，这才有了过激之举。身为太子，理当宽厚沉稳。案情到底怎么样？本宫会查。新贪官，罪臣在。你给本宫原本说清楚，若有半句虚言，立刻拉出去五马分尸，扔到山中喂狼。原来是这样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求天后宽宥。云舒，你刚刚说你的庶母经常责怪罚你，可有证据？贺妈妈从小看着我长大，
她可以为我作证。天后娘娘，何妈妈不过是个下人，给点银子就能做伪证，不走信的。那你身边的丫鬟呢？天后，你只需要掀开谢碧池身边丫鬟的胳膊，你就会知道。不过是些不听话的下贱胚子。天后娘娘，我身为主母，管教下人也是应该的。一个庶母竟敢妄称主母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敢在本宫面前狡辩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新探官，按照律法该怎么判？庶母虐待长女，无视尊卑，该处以刮鼻之刑。谢碧池谋杀主母，证据确凿，两罪并罚，处以极刑。天后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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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后饶命啊！天后息怒啊！爷又不想失去娘亲呢。天后息怒，大婚之日丧母，孩子没了娘，于情于理都不合，也伤了皇室的颜面。太子殿下，您求求情吧，爷又不想失去娘亲呢。传旨：一，将江公公砍去头颅，挂在太子宫前，以儆效尤；二，将谢碧池凌迟处死，肉就丢到太子府的鱼塘里吧。臣接旨。魏向明，你个土匪，大闹婚宴，让本宫连肉都吃不上，你该当何罪？天后娘娘，这是我的主意，和魏老大无关。你要责罚就责罚我吧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行事光明磊落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说得好，来人，带走。是不是这枚胎记？正是，正是。没想到太子殿下居然还活着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是你娘。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是你的儿子？不会错，耳朵、眉眼都跟我很像，特别是这枚胎记。你受苦了，我这就废掉那个草包，立你为太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为什么？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脏馒头和馊饭吗？你知道我因为偷东西吃挨了多少次打吗？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的苦。是娘不好，娘补偿你。这些我都可以不在乎。我活下来了，我活得很好。这些年我翻遍了大街小巷，我一直都在找你。我就想问一句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？娘，儿啊，我的儿啊，是娘对不起你啊。你现在也回到本宫身边了，你也该继承正统了。娘亲。我暗龙寨还有一帮兄弟。哎，这天下以后都是你的，还要什么土匪？我那帮兄弟都是因为相信我才跟着我，要是因为区区太子之位，就这么对他们抛之不理，那我跟畜生还有什么区别？说得好，区区太子之位，这才是我儿。而且刚刚一路走来，束手束脚的，腿都得绷着，还是平头老百姓舒服。母后。您可得帮我隐瞒身份啊！好，依你。吃个水果。对了，娘亲，后面还得麻烦您多多照顾一下云舒。这件事情之后，估计她又得回崔府住了。那位崔家大小姐长得倒是温婉，也知书达理。怎么，明儿有意？没有。这是我之前答应给他办的事儿，也是我暗龙寨的事儿，我得罩着他不是吗？要是他被欺负了怎么办？好，本宫多多关照就是。这么多年不见，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。
托天后的福，微臣尚在人世。说吧，何事？您还是找到了太子。你早就知道魏相民是本宫的儿子，但臣并不想让他见您。放肆！本宫的儿子还轮不到你做主。那也是臣的儿子。你儿，你能给他什么？一个躲在暗处的蛀虫。我能给他安稳的一生。这些年有多少人盯着你，你又杀了多少人？真的让明儿当了太子，那他又会遭到多少人暗杀？这些你有想过吗？本宫的儿子自然要取得天下，明枪暗箭是他本该承受的代价。所以我要带他远离你，远离你这个杀人狂魔，远离你们的政治漩涡。当初死在你身边的人不比我少，你就是个懦夫。当年如此，现在还是如此。我的儿子生来就是强者，他必须登顶这山巅尽头。谁敢阻拦，我就杀谁，哪怕是灭尽10族，也在所不惜。我亲眼看着明儿长大，他心思纯良，嫉恶如仇。你说他要是知道你当年的所作所为，他又会如何看你？你敢威胁我？微臣不敢，微臣只是希望天后不要再想着让明儿卷入这宫墙之事。你不仅如当年一样懦弱，还和当年一样愚蠢。你以为假死就没有人发现当年的旧事吗？是我一步步向前，一步步清扫、背叛、杀戮，最后才登上这至尊之位。不然，你以为你能活，我能活，明儿能活？原来你一直都在……哼，愚蠢的男人，以为逃避就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把所有压力都丢在女人身上，你根本不配为人！混账！崔云舒，你知道你的行为会给我崔家带来什么后果吗？哼，能有什么后果？人家会说我崔家没有母教，家风不正，会戳我崔家的脊梁骨。哼，崔家的脊梁骨，在我母亲去世那天就已经歪了。你，贱人，还我母亲！你现在打我有什么用？你现在打我，谢碧池就能活过来吗？是吧，父亲？你给我在这跪着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许起来！莹莹，我们走。母亲，女儿终于能为您伸冤。我告诉你，你给我照顾好明儿，要是明儿有一点闪失，我杀你全家！我全家不都已经被你杀光了吗？那是你罪有应得。那如果当初我们……滚！你跪着干什么？向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条后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你赶紧起来，膝盖不疼吗？父亲叫我跪着的，没有他的允许，我不能起来。这个老东西为老不尊，你听他的干什么？赶紧起来！身为长女，确实不该在如此场合闹事，父亲罚我也是应该的，不违礼法。起来！要罚也是罚我，是我带着你来闹事的，你受什么处罚？再说了，我可是暗龙寨的大当家，一个土匪，我讲什么道理？不罚。你抱我干什么？你快放我下来！当然是回寨子。哎，我自己能走，你干嘛抱我？这不是怕你脚受伤吗？谢谢啊。身为老大，应该的。只是因为这样？不是。那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……那是为什么？
那个，明哥哥，明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听说你被天后带走了，着急死我了。他没对你怎么样吧？我人都在这儿了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他要敢对你怎么样，我就集结弟兄杀入皇宫。又开始胡说八道了。今天书读了没有？功课写完了吗？哎呀，听说你被绑进皇宫，我哪有心情做功课啊？向明，他是……啊，他是向明？你叫谁向明呢？这是我明哥哥，哪来的野女人，竟敢勾引我的明哥哥？思思，不得无礼，先生就是这样教你的吗？明哥哥，你不是说要娶我的吗？怎么突然间带上个野女人来寨子里啊？思思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你？我是你哥哥，你是我的妹妹，我怎么可能要娶你？我是你异父异母的妹妹，有什么不能娶的？明天我们就成婚。不要胡闹！我哪里胡闹了？明哥哥，你以前明明挺宠我的，是不是都是因为这个女人蛊惑你的？思思，我不管，我不管！我现在就要这个女人给我死！你给我等着！思思，我妹妹被我宠坏了。没想到混世魔王也有降不住别人的时候。暗龙寨上人大当家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死之前将思思托付给我，没想到这么些年越发骄纵了。思思还小，心性会改的。哎，你不是当初教过我那些兄弟们识字吗？要不你也教一下思思吧，正好培养一下你们感情。这样好吗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暗龙寨里面都是些男人，思思的性格就飞扬了些，我想你们女人之间应该更好相处一些吧。谁要你来教我读书？我才不需要一个野女人来教我。思思，云舒可是崔家的大小姐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由她来教你，那再适合不过了。我才不要学琴棋书画，我要跟明哥哥一样，学好一身武功，跟着明哥哥一起劫富济贫。不愧是你妹妹，跟你一模一样。你就别取笑我了，思思，哪有女孩子学武功的？女孩子应该学女工，以后好嫁人，相夫教子。女工？那学好女工的话，能嫁给明哥哥吗？那凭什么要学啊？就因为我是女子吗？我才不学呢。说得对，为什么女孩子就一定要学女工？学点武功也不错。你怎么还帮她说话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既然思思想学武功，那就教她吧，没准将来能成为你的帮手呢。这样江湖上又多了一个传奇女飞贼。虽然这个野女人不怀好意，但这话还算中听。明哥哥，那我们去操练场吧。你这是……你就好好教她2天，她肯定会回来读书的。这炷香烧完之前不许动，要是盘子掉下来，就要重新来过。明哥哥，我们为什么不学刀具啊？或是拳脚也行啊？这是在干什么？这是基础，如果不练的话，就什么都学不会。明哥哥，我不要学这个，我要学真功夫。这个就是真功夫，你要是想当我的助手，你就要练这些。重来。明哥哥，不远不伤微香。你还是高估他了，这才练了不到半日就回去读书了。他呀，性子跟崔莺莺一样，稍微吃点苦头便哭爹喊娘。那你为什么不喊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，自从我娘亲去世以后，我日日学习规矩礼数，就是想多学一些，让爹爹和谢氏不那么欺负我。可谁知我学的礼数越多，反而越被欺负。你说，这礼仪廉耻到底有没有用？为什么学的越多，反而过得越难？我呢，根本就不懂这些大道理，我只知道人生在世，说一句话负一句责，无愧于心就好。
于心，尽最大的兴，喝最烈的酒，像你一样。其实我有时候还挺羡慕你的，不像我，拘泥于一方屋檐，有的时候为了保全自己，甚至还会使些手段。可能你才是善人，而我是恶人吧。云舒，善良是你的底色，你和你的母亲善良，在我心中，你永远都是。你认识我娘亲？称不上认识，只有一面之缘。这是很久之前的事，久到我都记不清楚她的脸。我只记得那天风很冷，和冰糖葫芦很甜。你也爱吃冰糖葫芦啊？我娘亲以前总给我买，可自从她去世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尝过甜是什么味道了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云舒。小哥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是那个小哥哥，怪不得你知道我爱吃冰糖葫芦。不是。魏向明，你是不是从第一天就认出我来了？没有。哼，狡辩！我说你个混世魔王，怎么可能会帮我？你早就认出我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小魔王一向行侠仗义，古道热肠，那帮助被欺负的人都是家常便饭。真的？真的。魏向明，你撒谎了，你眼睛动了。我怎么眼睛就不能动了？那不动不就死了吗？魏向明就是撒谎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，我可是暗龙寨的老大，你竟敢收拾我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崔叔，你不懂礼数。礼数有什么用？礼数有什么用？老大不好了，官兵打上来了！暗龙寨的人给我听清楚，本官奉旨剿匪，要是识相点，立刻投降，我可以饶你们不死。新贪官，胆敢犯我暗龙寨，你就不怕有来无回？本官名叫新贪官，小子，莫逞口舌之快，有本事就下来受死。你哪一次打过我了？我身边这位右龙卫是崔将军调配给我来剿灭你们的。是我父亲的嫡系，怎么会交给新贪官？厉害吗？当然了，那可是我父亲10里挑一的强者，虽不能以一当百，以一当十还是足够的。这么厉害？你当我父亲的护国一品大将军是空穴来风啊？我才不管什么龙五卫、虫五卫，胆敢犯我暗龙寨，都得死。向明。敢不敢跟我1对1？你有病吧？我是个文官。再说了，现在优势在我这一方，只要你还想让你这些兄弟活命，乖乖的跪下求我。星大人，私调右龙五卫，你就不怕天后问你罪吗？这右龙五卫是崔将军调配给我来剿匪的。剿匪？暗龙寨里面到处都是流民百姓，何来土匪一说？魏向明他常年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老百姓对他是深恶痛绝，恨不能食其肉。你说百姓对我深恶痛绝，我看是那些贪官好身吧。你呆，你赶快束手就擒吧！当我暗龙寨无人，找死！我早就想这样了。住手！辛大人，你可以邢台兵符。他们果然是私自调进兵符。辛大人，你可别忘了，按我大前律法，调取左右龙五卫是需要兵符的。你私自调兵，就不怕天后把你满门抄斩吗？哼，这右龙五卫本是崔将军的私兵，他既然能调配给我，自然能搞好兵符。至于说天后那边，等我将你们诛杀殆尽，天后就不会知道。是吗？那你敢杀我吗？云舒，你干什么？辛大人，我可是大前一品官员崔卫的嫡女，厮杀一品官员家眷，按律当离3族。辛大人，我父亲给你私兵的时候，
应该没说要把我的尸体带回去吧？那当然没有。崔大小姐，如果你现在跟我回去，我可以考虑放他们一马。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，我在暗龙寨里过得很好。崔大小姐，私自跟土匪沆瀣一气，那个犯的可是杀头的大罪啊！土匪？向明从来没有抢夺过穷人财产，也没有杀人害人，何来土匪一说？阳城大部分百姓都被魏向明抢过金银珠宝，甚至威胁恐吓过。像这种扰乱生存安定之徒，怎么能说不是土匪？向明那是劫富济贫，那些有钱之人不仅不报效朝廷，还反哺百姓，欺压百姓，是让百姓处于水深火热当中，他们才是土匪。反正我是受百姓所托来剿匪的。辛大人，谁是土匪？你心里有数。那就对不住了，崔大小姐。等你到了下面，可千万别怪我。来人，动手！你们在干嘛？为什么还不动手？辛大人，我们是领了剿匪令才来的，不是来杀大小姐。你卑职请位，参见大小姐。你是？卑职是崔将军的隐卫，也曾是舒夫人的贴身护卫。你认识我娘亲？是的，贺妈妈也是我弄上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保护她，崔将军不仅仅是要灭贺妈妈的口，与舒夫人当年有关的事情，他都会一一抹去。父亲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当年舒夫人碰巧遇到一桩大案。太子殿下和小女已经成亲，是否也该考虑继承大统了？岳父大人要如何助我？天后执政已经15年，皇上因为天后猜疑，借修炼仙丹为名入了道观清修，其实是为了蛰伏待机。父皇忍辱负重，我必定不会辜负他。在此之前，臣想问太子一个问题。岳父大人，你我已然结亲，但说无妨。太子殿下是否敢杀了天后？15年前，崔将军意图掀翻天后统治，负我大前神器。当晚准备进宫刺杀天后。老爷，你不能去。以女子当政，让其他诸国将如何取笑我大前？他们会笑我大前无能。天后当政，关河宁定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一片祥和，这都是天后教化之功。关河宁定是我大前勇士浴血奋杀所得，与他一个女子何干？他只会残害忠良，勾害皇子。那3皇子缘起，8皇子顺德，就凭几句诗，最后几句怨言，便被他扔进酒缸，烹杀而死。这等妖妇，如果早些行动，到时候死的就是我崔家。天后执政，位置本就不稳，若我们遵守礼法，天后是不会为难崔家的。妇人之仁，只会感情用事。我们女子怎么就只会感情用事？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我们看得比你们男子清楚得多。你若现在杀了天后，朝堂必会瓦解，到时候诸地叛乱，各地战火四起，生灵涂炭，到时候受苦的不还是百姓吗？那些都是有必要的牺牲，我不能让一个女子毁了我的大前。说1000道1万，我还是觉得天后是名女子，一名女子骑在你们男子头上，就是不服气，就是觉得丢脸。崔将军不听舒夫人劝阻，执意要刺杀天后，谁知却被舒夫人以命相逼。崔将军迫于无奈，只能放弃。而这时，所以谢必驰趁机杀害我母亲。原来是这样。原来杀害我娘亲的还有父亲。岳父大人莫要说笑了，我身为人子，怎敢刺杀我的母后？不敢吗？什么意思？太子殿下不敢杀自己的母后，而那天后就敢杀皇子。岳父大人莫要说笑了。是不是说笑？太子心里清楚，这么多年，那天后杀了多少皇子？若不是你这太子昏庸无道，看着像个草包，你觉得天后会放过你吗？
我可是他亲儿子。哼哼，欲成大事者，至亲亦可杀。我相信母后不会这么对我，我可是她10月怀胎生下的。这些年来，母后对我虽然极其严厉，但对我的关爱从未缺少半分。就算我不学无术，但她也从未把我赶下东宫之位。那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当然如此。但是如果有一天，他发现你不是呢？胡说八道！大胆崔卫，你竟敢无端揣测皇子，简直罪大恶极，其罪当诛！是不是无端揣测？太子怎么会知道？你什么意思？20年前，齐贵妃与天后同时怀胎，皇上大喜，定下谁先生下皇子，便立为太子。而后，齐家便被查出意图谋反，而后齐家被满门抄斩。皇上仁慈，允许齐贵妃生下皇子后，再自行了断。就在临盆之日，齐贵妃命那产婆偷偷将2个孩子换掉，而把那真正的太子偷偷地送往宫外，放在了大街之上。你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一定是在撒谎！你有证据吗？没有。那你就是在胡言乱语了。崔卫，你我虽然结亲，但我毕竟是东宫太子，以后这种大逆之言，我不想再听见。不堪一用！这个贱女人，让我在这里练功，自己去跟明哥哥独处。四妹子，别发脾气，他让你练功可是为你好啊。好什么？你是不是被他教书给教傻了？没有，我其实也不懂这东西，就是兄弟们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。有什么道理？全都是些没用的废话。哎，对了，他最近是不是在教小家伙们读书？是啊。这样，你去把他们的书都换成那种……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张四，你别忘了我爹之前是怎么待你的。原来父亲还藏着这么多事儿，不知道也是件好事。哎，对了，今天可不能把打我屁股的事说出去。啊？说出去多没面子。那就要看我心情啦。不好了，银树姑娘！老大也在。怎么了？什么事？有屁快放！啊，是四妹子，她偷偷将小家伙们上课的书都换成了会书。什么？这个思思也太胡闹了！思思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不是那张四把你们2个人的事情告诉四妹子，四妹子气不过就想要报复呗。哎，你现在去只会火上浇油。那怎么办？安叔，你是怎么知道会书的？我刚刚出宫，就看见张四鬼鬼祟祟的从四妹子房间出来，我就一路跟着，跟到了学堂，发现那张四把书都给换了。这个我好像还没看过。那怎么办啊？思思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读书的吗？我今天不是来读书的，是为了来揭穿这个贱女人的把戏。我能有什么把戏？装模作样。我告诉你，你骗得了明哥哥，骗得了他们，却唯独骗不了我。各位弟兄们，我们将小家伙放在这读书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以后不能像我们一样，一个大老粗不认字儿，跟着我们过苦日子啊！对呀，是不是？就是。明哥哥好心好意的请他过来教书，他教小家伙们的是什么？淫秽之书。思思，我从未教过什么淫秽之书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陷害你？翠云叔，自从你来了山寨以后，就没有什么好日子。明哥哥被武天后给带走，不知道受了什么折磨，官兵打上山门，差点就毁了暗龙寨。
你现在居然还叫小家伙们淫秽之术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思思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云舒？要不是云舒聪明机灵，那官兵怎么会退去？官兵本就是他引来的。这些都是事出有因的，你怎么能强加在云舒身上呢？我怎么强加了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有些事确实是因我而起，但是教授会说那是子虚乌有的事情，谁会教这种阿杂之物？好，你不承认是吧？那今天就让大家看看，你都教了他些什么。思思姑娘，您这书有什么问题吗？毛三，你眼睛瞎呀？这就是淫书。你才眼瞎呢！那是人是猪，你分不清啊？你是想给野猪生孩子是吧？你们别笑啊！我教大家捕猎野兔的方式是现状最好的办法，这怎么能被说成是会书呢？思思，如果你要想学书籍的话，你可以来学堂，我可以教你。张四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人跟猪都分不清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昨天放的不是这本书。哦，张四，原来是你放的，你想陷害云舒姑娘啊？不是我，是死丫头让我这么干的。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干的？明明是你昨天告诉我的，崔云舒在教会书，我今天才刚来的。明哥哥，你要相信我。大胆张四，你敢栽赃陷害云舒，拖下去，重打30大板。老大，我错了，老大。思思，你误信他人，陷害云舒，我念你是初犯，我就不再追究了，回去好好反省。明哥哥，自从这个贱人来到山寨之后，你就处处维护他，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你先跟云舒道歉。道歉？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？这个贱人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才迷惑了明哥哥？思思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你为什么对我脾气这么大？你的出现就是最大的错误。本来我跟明哥哥在暗龙寨神仙眷侣，过得好好的。自从上次救了你之后，这一切都变了。明哥哥，你别忘了，我爹当初把大当家的位置交给你时是怎么说的？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老寨主的教诲。你忘了我呀？我是你最喜欢的思思。我没有忘，我对你的照顾，全寨子人都知道。那你就娶我啊！我说了，我一直把你当妹妹，哪有哥哥娶自己妹妹的？别闹了！你要是不娶我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！思思，你别乱来，你把刀放下！你在这里装什么好人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！放下！明哥哥，你现在是选我，还是选他？胡闹！这乱选什么？赶紧把匕首给放下！你居然连选都不选！以前的你肯定会无条件选我的，我死了算了。思思，思思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把刀架在我脖子上，这样他就会选了。云舒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连选都不敢选的臭男人，你没资格说话。闭嘴！你凭什么骂我的明哥哥？老大，这个时候就闭嘴吧，掺和进去准没好事。安叔，你不是武功高强吗？你怎么不把思思的匕首夺过来啊？夺过来也没有用呀，这女人的事情，你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思思，我现在过去，你一定要把匕首架在我的脖子上。来吧。明哥哥，你现在可以选了吧？向明，你选吧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我选不了。画本是2选1的问题，曾经在我脑海中幻想过无数次，可我的心中却只有一个答案。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选择一个人，放弃另一个人的抉择，怎么选都是错的，所以我永远不会选。那连2个都会失去。向明，这个世界上没有2全其美的办法。你是暗龙寨的大当家，你的所有决定都关乎着暗龙寨的命运。他在教向明成王之道。云舒，难道我不能2个都选吗？娘亲从小就告诉我，1文钱只能买1串糖葫芦。如果你想要有2串糖葫芦，你就要去挣另1文。那你觉得我挣得到吗？我相信你，因为你是暗龙寨的大当家，你是魏向明。好，我选思思。
为了大义，我可以选择思思，但是你，我也要。也算是有我当年的风范。你他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老大，这个呀，可就得靠你自己琢磨了。魏小明，我恨你！你也看到了，我对你只是兄妹之情，别无他意。如今我已经有了喜欢的人，而且我此生不会再爱上他人。你年纪尚小，日后也会遇到心仪之人，哥哥一定会为你操办妥当的。我不要，我只知道我从小最大的心愿就是和你在一起。可这种事情根本就强求不得，得两情相悦。为报答老寨主之恩，我会护你一生周全，也仅仅于此。若是你再敢为难云舒，休怪我念兄妹之情。侍卫哥哥，英英服侍的怎么样呀？英英自然是最好的。侍卫哥哥，再过几日便是我父亲的寿辰，到时候侍卫哥哥可一定要带些厚重的礼物来。放心好了，本太子的礼物自然不会输给他人。侍卫哥哥最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侍卫哥哥，父亲的寿辰，崔云舒那个贱人也会来，到时候侍卫哥哥可一定要帮我。英英啊，崔云舒她作为崔家长女来祝寿也是应该的，她祝完应该也就走了。那个贱人害死了我娘亲，而且还害我崔家丢了颜面，我必须要让她死。哎呀，侍卫哥哥，帮帮我嘛！好，好，好，我答应你。侍卫哥哥最好了。我可不想再被母后抓住把柄。不过崔卫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总是想到那个登徒子？崔云舒，你可是世家小姐，不能如此。哎，老大来了，老大来了啊！大家今日好好复习一下，免得之后把所学的都忘了。你松开，你弄疼我了。云舒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我没看到。魏寨主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云舒，你如此聪慧，想必你已经明白了我的心意。我是个粗人，不懂得那么多礼节。那日的事，对不住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已经发生的事，用装傻来解决。崔叔，这一点都不高明。我没有装傻，我只是记性不太好，我不记得昨天发生了什么。我可没有说是昨日。崔大小姐，你的记性看起来还挺不错的。狡诈小人！云舒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注重礼仪，那日是我唐突了。算了，下不为例。好，那我下次亲你的时候，我会提前告诉你的。我征求你的同意，我再亲。魏香明，你又在胡说些什么？云舒，我这猪脑子又把事情搞砸了。这魏老大召集我们是为了商量什么事情啊？肯定是那群不长眼的官兵又上山来了。我毛三爷爷也得让他们好看。你可别吹了，上次那阵仗吓得都快尿裤裆了。要不是云舒姑娘把那些官兵赶走，我们哪还能这么安稳的在这闲聊啊？对呀，云舒姑娘那可真厉害，人长得漂亮，有学识，还特别温柔，好像天上的仙女一样。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人了。这帮小子，云舒来了寨子后，
他们的杀戮气息倒是减淡不少。云舒姑娘为人和善，又通晓史书，这些日子咱们寨子的兄弟经过她的教化，倒是懂了不少礼数。估计咱们老大也是这么想的。哎，前几天我看见老大强吻了云舒姑娘，还被结结实实的挨了一个大逼兜。你们都很闲吗？如果闲，每人去给我开垦30亩田。我们也闲不了啊。是啊，昨天刚帮王大娘修缮了房子，今天又帮李大娘去插秧，这忙得脚都挨不了地呀。别贫了，今天我召集大家来，是有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。老大，你说，无论上刀山下火海，咱们兄弟们都跟你一起去。对，我们都去。上刀山下火海倒没有这个必要，我只是请教兄弟们几个问题。大哥，你这么见多识广，有什么问题能瞒到你的呀？快说说，我们大家一起集思广益。对，上次云舒姑娘就是教的我们这个。那你们想不想要一个寨主夫人？想啊，肯定是想呀。老大，你是看上哪家姑娘了？兄弟们下山，给你抢过来，当压寨夫人。压寨夫人？哎，我看孙妹子就挺好啊，她是老寨主的女儿，跟咱们老大相配正好啊。孙妹子就是个没长大的小娃娃，我看呐，还是云舒姑娘好。云舒姑娘那是京城高官的女儿，能给咱老大当压寨夫人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老大配不上云舒姑娘吗？哎，我可没说啊，咱们老大配宫里的公主，那都配得上。只是什么？快说！前2天那云舒姑娘不是刚打了你吗？还能给你当压寨夫人？所以，这就是我今天召集你们过来的原因。哎，你们的婆娘都是怎么追到手的？老大，你这着实为难弟兄们。这追女孩子是个技术活，咱们兄弟们也不会呀。总得有个过程，说说看。我婆娘她是先追的我，毕竟我老六是咱们安龙寨的一枝花，年轻的时候也迷倒过不少女人。后来我看中了我婆娘，这样就糊里糊涂的凑一对了。你除外。老三，你说说看。老大，追姑娘，你可问对人了。追姑娘得胆大有勇气，让她欲罢不能。给我的。崔云舒，吃了这个东西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那我不吃了。女人，你这是在玩火。放开我，魏向明！魏向明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看本寨主怎么惩罚你！你放开我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早就看破你这点小心思。出去！哎，这招怎么不管用啊？没关系，我还有第2招。这第1步要是行不通，还有第2步，在他面前展示你的强壮。别说，我来讨碗水喝。刚才练功练得太渴了。你还是把衣服穿上吧，我怕你着凉。云舒，我这么健壮，肯定不会着凉的。哎，云舒，我给你表演一个我的绝活——铁头功。
夏明，夏明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，夏明，你没事吧？我。安叔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不碍事儿，就是晕了一会儿。我怎么会晕倒呢？我记得我是在云舒姑娘的房间门口练功啊。哦，我还给她展示铁头功呢。不就是铁头功吗？一下子就把你震晕了。要不是云舒姑娘及时叫人，你现在呀在哪躺着都不知道呢。这次丢人丢大发了。我本来还想在云舒面前留下一个英勇的形象，这下好了，全完了。这可不好说，说不定会因祸得福呢。安叔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追姑娘。那毛三出的馊主意，你还听吗？不听了，不听了。这军师就在身边，我干嘛还舍近求远？追姑娘，那是年轻人才做的事情。云舒姑娘是谁啊？那可是崔家的嫡女。这个阳城什么样的世家子弟没见过？所以老大你啊，现在要做的不是追，而是诱惑。诱惑？我都赤裸着上身在云舒的房间门口讨水喝，也没见他有什么不同啊。色诱那是最低级的诱惑。再说了，老大你这身材5大3粗的，能跟人家那娇生惯养的世家公子比？也是，我是靠智慧，美色不是我的强项。最高端的手段是什么知道吗？放弃做人，做猫，做虎，做一条被雨淋湿的狗。怎么追姑娘还不能做人啊？这山中的老虎可不就是我吗？至于做猫做狗，怎么做？做猫是要有神秘感，不能被云舒姑娘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要有自己的个性。夏明，身体怎么样了？夏明，你身体怎么样？多谢云舒姑娘，我已经好了。没事就好，我房间里面有烧好的伤药，我拿给你。不用了，已经好了。云舒姑娘，我还有钥匙，先走了。他这是怎么了？还云舒姑娘这么见外？难道是怕我因为上次的事情会嘲笑他？我就说明哥哥怎么会喜欢这个女人，也就是图个新鲜，这才没几日呢，就已经厌了。我的明哥哥只能属于我，崔云舒，你给我等着！阿叔，你这个方法到底有没有用？这几天我见了云舒，一直保持高傲的姿态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和云舒都快像陌生人了。别着急呀，老大，后面还有变成虎呢。变成虎就是你要有杀伐决断的魄力。你说的这些我都有啊，我这么英明神武，还不够杀伐果断啊？我们相处这么久，我是知道的，但云舒姑娘不知道呀。云舒姑娘可是一个有追求的人，她绝不是一个居于一方天地的小女子，所以能让她心生爱慕的，必须是一个能让她折服的男人。所以老大，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在她面前展露这一切。崔云舒，你竟在这偷懒，不想做就滚回你的大将军府去，每日在寨子里白吃白喝，惹人嫌。你耳朵聋了？本姑娘跟你说话呢，听到没有？思思，你把锄头还给我，这天光马上就不够了，我这地还没出完呢。你在这装成这样，给谁看呢？今天明哥哥下山去了，我今天就要把你这张伪善的脸
撕下来。你功课做完了吗？别转移话题，我和明哥哥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们俩已经成婚了。你为什么待在这里还不走？为了教你这个小笨蛋呀！没教会你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是哪个笨蛋？你告诉本姑娘，我一块把他赶出去。其实这个笨蛋也不是很笨，有时候也挺聪明的，就是有些贪玩。不过要好好学的话，也能变好。你告诉我，到底是谁？这寨子里还有这么一号人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近在眼前？崔云舒，你竟敢说我是笨蛋！我可没有说你。你呀，还是赶紧回去好好做功课吧。再偷懒啊，真的成笨蛋了。崔云舒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把你给赶出安龙寨的。哼！云舒姑娘，你受委屈了，这都第几回了，每天都被这么针对，你也不生气？嗨，这有什么可生气的？他呀，就是个孩子，时间长了会好的。云舒姑娘，不好了，老大受伤了！什么？安叔，向明他怎么样？严不严重？云舒姑娘，都怪我误入了敌人的埋伏，老大是为了救我才怎么样啊？你说呀，安叔。情况不太好，伤得有点重。怎么可能会这样呢？向明他那么厉害，不会的。那个云舒姑娘，你先不要担心，幸好回来的及时，大夫说了，只要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个云舒姑娘，你先替我照顾着向明，那个寨子里还有事情要处理啊。才这么久不见，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了？云舒，你怎么哭了？是谁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我去揍他。就你这个样子，还能揍谁啊？你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啊？云舒，你别哭，即使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要是有谁敢欺负你，我死也不会放过他的。是你欺负我。我怎么了，云舒？就是你。我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吗？你告诉我，我改。是你，前段时间总是莫名其妙的躲着我。对不起。也是你，把我一个人带到安龙寨，让我孤零零的还不理我。还是你，总是莫名其妙的让我想起你。莫名其妙的想起我，云舒，你也……你说是不是你的错吧？是，云舒，我不是故意不理你的。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是安叔。这小子是不是说我坏话了？不过从刚才云舒姑娘的神情看，这事儿十有八九是成了。臭小子，上半生这么苦，唉，现在终于得偿所愿，苦尽甘来了。安叔，他怎么会？是他让我高傲如猫，平日里应该高冷一些，这样才能诱惑你。什么叫诱惑我呀？按书说什么像猫、像虎、像湿漉漉的小狗，我根本就听不懂。听不懂，你干嘛还要那么做啊？因为不懂才要学啊！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白白得来的，自然要加倍努力付出。而我想要的，又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存在，我肯定会加倍努力的。那你想要的是？我想要的是你。什么？我想要的是你，一直都是，从第一眼见到你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个想法从来都没有变过。可是我们才见面没多久啊。已经很久了，10几年前的那一眼，足以让我终身难忘。曾经以为我再也遇不到你了，可没想到，老天给了我再一次遇到你的机会。我一定会牢牢地把握住，不会再让它丢失了。那如果你没有遇到我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浑浑噩噩地过完这一生，
怀着对你的思念，那段回忆就像糖葫芦，日子过得苦了，就拿出来尝一尝，咬咬牙也就撑过去了。香明，别怕，以后冰糖葫芦会常有的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苦了。我喜欢你，崔云舒，真的很喜欢很喜欢。无论你喜不喜欢我，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一个人了。傻瓜，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你了？我也喜欢你。云舒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魏向明，我喜欢你。太好了，云舒喜欢我，云舒喜欢我。向明，小心伤口。你看，伤口又裂开了吧？疼不疼？不疼，我太开心了。现在什么伤在我身上都不疼了。你不疼，我心疼。我给你上药。好，都听夫人的。你别乱叫，还没成夫人呢。我的错，我们家云舒最懂礼节了，我一定好好准备聘礼，过几日去崔府向你爹提亲。提亲？明哥哥，你竟然要向这个女人求亲？思思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是不是我晚来一步？你们的孩子都已经出生了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不许诋毁你云舒姐姐的名声。思思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我和向明就该跟你好好谈一谈。你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思思，怎么跟你云舒姐姐说话呢？没大没小，是我之前太骄纵你了。明哥哥，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吼我！向明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跟她好好谈一谈。可是，相信我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还特意支开明哥哥。思思，你先坐下吧。认识这么久，我们还没有好好谈一谈。有什么可聊的？听向明说你已经17岁了，是又怎么样？真好，不像我，17岁的时候还每日在崔府提心吊胆，生怕做错一点儿就被金蒙打骂一顿。你骗谁呢？你可是崔大将军的嫡女，身份珍贵，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吗？唉，我母亲在时确实是这样，可自从她过世了，就全听谢氏的。那么小的孩子，还不是说碾死就碾死？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一个人，对一个孩子下手？我以前也是不相信的，可自从我那次落水，他隔岸观火，彻底让我看清了他。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是我母亲的贴身侍女救了我，可是她就再没能爬上来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记住了，我一定要循规蹈矩，不能让别人抓到任何差错。哪像你，过得这般随意自在。我真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，我还以为你什么都有了，还和我抢明哥哥。唉，笑什么？你呀，是真可爱，也是真让人讨厌。我知道我嚣张跋扈，令人讨厌，大家每个人都夸你，我永远都比不上你。大家其实更喜欢的还是你，对于我，可能是客气更多一些。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呢？我平日里做了那么多不讨喜的事。你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不讨喜，为什么还要做呢？如果我不做的话，就没有人在意我了。爹爹去世之后，明哥哥忙于寨里的事务，根本就没有时间陪我，我只能自己找点事，这样别人才会注意到我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易，但好在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对不起，云舒姐姐，之前那样对你，你还对我如此好。我知道那些一切都不是你的本意，你只是想获得向明更多的关注而已。思思，你是真的喜欢向明吗？应该喜欢吧。喜欢这件事情要慎重，那可不能草率。我也不知道，爹爹去世之前将我托付给明哥哥，我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、最亲的人，我只想这辈子和他在一起生活，这样爹爹也能安心。
那你有对他脸红心跳，或是经常想起他吗？脸红心跳，好像没有。但是我会经常想起明哥哥，想起他下山的时候给我带的好吃的，什么糖人儿、桃花酥、驴打滚都可好吃了。你那可不是喜欢，不是喜欢，那是什么？是占有欲。你呀，就是害怕你的明哥哥被人抢走，怕他再也不关心你了。好像是这样的。你放心，你跟明哥哥你们是亲人，是一辈子的关系。即便你以后有了嫂嫂，他也不会不管你的。亲人？对啊，亲人是一辈子的关系，是不会变的。而喜欢，可能要等你长大一些，遇到心悦之人，你才会明白。我好像明白了。那云舒姐姐，你会和明哥哥在一起吗？心悦之人本就很难遇到，遇到了就应该珍惜。我会跟向明永远在一起，也会跟你永远在一起的。毕竟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亲人？我们是亲人？对啊，以后我也会好好疼你爱你，让你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情。那太好了，这样我也就多了一个亲人。思思，我也是。怎么样？思思已经想通了。你父亲的寿辰要到了，这是山下送来的请帖。爹，依敬城3愿：一愿父亲千岁，2愿女儿常见，3愿如同梁上燕，岁岁常相见。不错不错，我家英英还学了些这文人的祝酒词。好好好，岳父大人，我也敬您一杯。好。太子殿下如今有了家室，这天后也该让你主政了。母后自有安排，就不劳岳父大人费心了。我这也是为太子殿下担忧，恐怕以后没有时间主政了。不会，日后还需要崔将军好好辅佐我才是。那是自然，微臣定当尽力辅佐皇上。这个老东西，若不是你手握大钱半数以上的龙武卫，我一定活剐了你。天后到！恭迎天后！恭迎天后！天后大驾光临，微臣未曾远迎，望见天后恕罪。今天是你寿宴，本宫不请自来，还要请崔将军请罪。天后这是哪里话来？您请上座。上次没有吃上宴席，还在英英的婚礼上造了杀戮，甚是愧疚啊。这次借着崔将军的寿宴，带来了黄金10000两和一些金银首饰，算是给英英赔罪，还望不要记恨本宫。母后哪里话呀？本就是我娘亲为母不仁，见利忘义，母后诚知恶人，英英怎敢埋怨？英英心思纯良，事识大体，侍卫，你真是选了一个好太子妃呀！多谢母后夸奖。天后心胸如此宽广，我大前必定是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我提大家祝太后一杯，敬太后身体万安，让我大前盛世安详。祝天后身体万安，祝大前盛世安详。崔将军有心了。对了，崔府大小姐今日怎么没有看到啊？回太后，小女身体欠佳，不便见客。是吗？上次见她温婉贤淑，知书达理，年岁也不小。本宫这里有门婚事，不知她满意不满意？不知天后说的是哪家的公子啊？嫡府的大公子怀英。这个妖妇可是自己的亲信，想要靠女儿来牵制我，做梦！哼！
回天后，狄家的公子啊，我见过，女儿家的啊，这倒也是无可厚非。但我崔家好歹也是行武起家，我找的姑爷应该是英武刚烈才对。那崔将军的意思是，指男子做的事，女子做不得？不，微臣不敢。微臣是说，我那长女柔柔，要是找一个习武的姑爷，也好保护她。崔将军是我大秦护国柱石，谁敢欺负你的女儿？这微臣不是怕100年之后崔家无人相护吗？太后您说是吧？100年之后的事，谁能预见？本宫做了15年天后，你想到了吗？天后有治国之才，容人之量，识人之智，用人之术，放眼天下，谁人可及？微臣怎么会知道？真没想到能够听到崔将军说这样的话，本宫也没有想到。本宫肚子饿了，开宴吧。来人，开宴。崔大小姐到。我儿，父亲，女儿来给您祝寿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姐姐，父亲大寿来迟也就罢了，怎么连礼物都没带啊？我的大部分家当都被谢必池贪赃了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好的物件了。连父亲的寿辰都不带礼物，你还来干什么呀？赶紧滚！丢人现眼的东西！父亲，女儿在安龙寨用玉石给您雕琢了一块玉佩，还望笑纳。哟，还真有东西呢。到一边坐着吧。等等，姐姐啊，你这玉佩是哪儿来的呀？当然是在安龙寨用玉雕的呀。不对，这玉佩明明是世维哥哥送给我的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是吧，世维哥哥？是啊，没错。怎么可能？这是云舒精心雕刻了好多天才做好，而且手都磨破了。这种玉石怎么会在你们暗龙寨那种粗鄙的地方生产出来？看看这雕工，你觉得会是一个闺房小姐刻出来的吗？我暗龙寨哪里粗鄙？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听听这说的什么话呀！穷山恶水出刁民，暗龙寨绝对不可能生产出如此美玉。妹妹所言差矣，在成为一块美玉之前，都是块块玉石，只有精心雕琢，才能成为一块美玉。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，做人也是一样的道理。还轮不到你来教我？难道我堂堂太子妃还能骗人不成？你最好现在就扒光衣服，让我搜身。一个女子怎能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？本太子妃丢了贵重的物品，我怀疑是你偷的，我要求你自证清白，无理吗？怎么可能当众脱衣服？那你要是不脱，就证明这玉佩是你偷的呀。先不说这玉佩是不是你的，让一个女子当众脱衣就与理不合。这要是换做别家的女孩子，受此侮辱，早就为了自证清白撞墙了。那你就赶紧撞墙自尽呀！我巴不得你自表忠贞啊。可我是崔家的女儿，既然我崔家以武立家，那不如太子妃，你与我登台一战。不错，以武正理是个好法子。你说什么呢？女子家家怎么能动不动就喊打喊杀、抛头露面的呀？简直粗鄙！我才不要跟这个贱人比试，从小到大我就没有赢过。太子妃不敢了。崔云舒，你还知道你是我崔家的女儿？敢在为父的寿宴上比武，你简直是把我崔家的祖宗18代的脸都丢尽了。崔莺莺让我当众扒衣服就不丢人，我为了自证清白比武就丢人了吗？莺莺是太子妃，她让你自证清白是正确的。可是你为了一块小小的玉佩，在为父的寿宴上闹的是鸡犬不宁。小小的玉佩，那是我精心为您雕琢的，父亲。拿个玉佩来打发我，我要它有什么用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你眼里还有没有礼数？就是，在父亲的寿宴上还惹得父亲如此不快，简直不孝。父亲，
喝喝茶，消消气。崔云舒，还不认罪？女儿又没错，何罪之有啊？还敢嘴硬！来人，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！崔将军，天后，本宫何时能吃上饭呢？启禀天后，等微臣处理好家事，立刻开宴。本宫听说这人心情好，饭才能吃得香。如此寿宴，还为这等小事动怒，实在不该啊！天后说的是，崔云舒，听到没有？还不赶快扒光衣服，让我搜身！我让你说话了吗？你难道忘了你那贱母是怎么死的吗？不敢，不敢。茵茵这不是想让天后早些吃到美食吗？这才……那还说什么废话？搅扰本宫的耳朵。是。是让你做的，你一个土匪，没有资格上我们崔家的桌。哼！小爷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怎么，你想跟我练练？大胆狂徒！你以为这是哪儿？这可是将军府，在这口出狂言，你就是打了朝廷的脸，打了天后的脸，打了天后的脸，你就不怕诛九族吗？小爷我好害怕呀！我连一族都没有，哪来的九族？你就不怕我的龙武卫踏平你的暗龙寨？我暗龙寨上下一心，压根就不怕你们这些土鸡瓦狗。放肆！你敢羞辱我大钱的龙武卫都是土鸡瓦狗！龙武卫？哦，对了，上次那个新贪官带了六龙武卫过来，也不是没把我怎么样吧？大胆！龙武卫那是皇家精锐，也是你能编排的。崔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启禀天后，这暗龙寨一直是荣城附近的一个大患，他们土匪成堆，流人无数，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，附近的百姓是苦不堪言，官兵几次剿匪都被他们这些土匪巧妙地给躲过去了。这么厉害，听起来好像是比我的龙武卫还厉害。上次只是他们侥幸，请天后下旨，我亲自率兵，必须将他们暗龙寨彻底剿灭。不可，暗龙寨都是些贫苦百姓，灭了暗龙寨，那些百姓就没有地方去了。我堂堂大钱还保护不了百姓，还需要土匪来保护他们吗？大钱就是护不住，不然怎么会有我暗龙寨呢？魏向明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我大钱国威，你以为你自己有几条命？小爷我就一条命，但比你们这些整天坐享其成、压榨老百姓的贪官污吏要强得多。魏向明，天后在此，你竟然敢在此胡言乱语，扰乱圣庭，简直是罪该万死！天天罪该万死，哎，我耳朵都听起茧了。要是我能当上皇帝，这些规矩我立马把它废掉。哼，魏向明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。天后，此等狂徒一定要将其绳之以法，以儆效尤。我看未必。天后您的意思？我励精图治15年，还从未真正听过百姓的声音。魏向民，你给本宫好好说说，我大钱的百姓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呀？贪官当道，是少不能耕，妇不能织，老不能安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。大胆魏向明，天后容你山匪之身，让你禀明实情，没想到你胡言乱语，蒙蔽圣庭，罪该万死。小爷我说的就是实情。来人，将此贼给我拉出去，碎尸万段。崔卫啊，天后，本宫还没恼，你怎么反而跳起来了？臣是怕那死贼胡言乱语，扰乱圣庭，怕您被他蒙蔽。本宫自有判断，无需你多言。微臣是怕天后久居宫中，眼不见全貌，担心这小人欺骗天后。崔将军是说，本宫一个深宫妇人，不配统御天下？微臣并无此意。我看你是大有此意。崔卫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思。戍守边关15载，还没把你这榆木脑袋磨聪明吗？
微臣有罪。你要是觉得本宫不配治理这天下，那你拿去好了。微臣不敢。你敢？你当然敢。15年前你就敢，怎么反而现在不敢了？微臣万死不敢。要不是大前的天下需要一位护国将军，你以为本宫还会留着你吗？本宫早就把你碎尸万段，剁成肉泥了。是。现在好了，大前边关稳定了，内部又出乱子。母后，不过是无名小贼胡诌了几句话而已，请母后不必当真。本宫过于当真。一个土匪，堂而皇之的流窜到各个地方，说的做的，你们可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可你们做什么了？张口闭口处死。本宫要是不过问，安龙寨的事情是不是永远也传不到本宫的耳朵里？母后息怒，这种小事本不该污了母后的眼，交给手下的官员去做便可，无需母后事事劳心。都已经告到本宫眼皮子底下来了，还是小事吗？你这个太子是怎么当的？母后息怒，是儿臣疏忽。不过就是一个土匪而已，母后为何发这么大脾气？而且这关我什么事？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发现你不是呢？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太子殿下，我已经查明，你确实是祺贵妃所生，并不是天后的亲生儿子。证据就是天后的亲生儿子有紫色胎记，而你没有。崔卫，你有完没完？我跟你说过，无端揣测皇家血脉是有杀头的。太子殿下，你一时难以相信，也可以理解。毕竟天后养育了您20年，还只有感情在的。崔卫，别以为我娶了你女儿就不敢杀你。哼，太子殿下，我是你的亲友，我是真心想帮你。我也不希望太子殿下不是天后的亲生儿子，毕竟这对我也没什么好处。你撒谎！我说的可是实话。你想想，我能查到的事情，天后就查不到吗？好好想一想吧，以天后的性情，难保不会多想。这朝堂之上，这么多人不支持你，天后正愁没机会罢黜你。我可是她一手带大的，除了我，谁还能继承皇位？哼哼，这天后一手带大的人多了，杀了你，还有你妹妹，还有他们武家年轻俊彦，他随便挑一个来扶持，这天下谁人敢言？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今日寿宴，天后必会到场，到时候你可别说我这个岳父不帮你。母后，这等小事，儿臣愿意替母后分忧，还请母后让儿臣主政。你要主政？是的，母后，儿臣如今已有妻室，家宅已定，也该为母后分忧了。你刚刚成婚，还是先与英英诞下皇孙再说大事，主政还不急。母后，儿臣婚会10余年，从未有过主政之心，而今日一土匪竟敢在天子脚下堂堂护国将军府邸，妖言惑众。刚经母后提醒，幡然醒悟，觉这10余年简直是玩物丧志，不配为人子。如今孩儿已然醒悟，身为子女，理应为父母分忧；身为太子，理应为天下苍生尽心尽力。还请母后成全。侍卫，你能有如此觉悟，本宫甚是欣喜。既然你有如此请求，本宫也不好驳你的面子。不日你就上朝听政吧。听政？你还不熟悉朝政，先学习学习。崔卫不是你的丈人吗？先让他带带你。想快把儿立着你，还听政？母亲，你究竟意欲何为？
太子殿下天生聪慧，如今有大彻大悟，根本不用微臣教，可以直接主政。哦，你是这个意思？还请天后让太子主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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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崔将军好算计啊！微臣不知，还请天后明鉴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太子你就来处理一下这件事，让本宫看看你的能力。谢天后。魏孝明，本太子问你，你说的这些可有实证？你只需要派官员去我暗龙寨调查调查，再去查查新探官的家产，就可以知道我所说的是真是假。也就是说，你一无实证，二无人证，就想让本太子下旨调查，你是不是太不把我大前律法放在眼里了？走几步路，问几个人就能查到的事实，要什么律法？我朝廷办事自有法度，你无凭无据就让大前官员去查，魏孝明，难道这天下是你的？就是一个土匪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猖狂？大前律法没有规定土匪就不可以鸣冤。再说，孝明说的又没有错。什么实话呀？不过是个贱民而已，自己过得不如意就随意攀咬，污蔑朝廷。如果朝廷真的可以让百姓富裕安康，怎么会有人诋毁朝廷？你放肆！现在是本太子主理此事，你竟然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你敢？我有何不敢？太子，微臣倒有个主意。讲。既然你说这大前律法上没有规定，这山匪不能鸣冤，那你更应该知道，若没有真凭实据，便是诬告。自然知道。但你现在并没有真凭实据，仅凭你一人之言不足以立案。然而，若要大前官员查办此案，须受甲骨之刑。不可能，崔卫，你找死！你找死！崔将军所说符合朝廷法度，怎么不敢？知道自己说谎了？崔卫，她可是你亲生女儿，你怎么敢？有种冲我来！律法规定，须作证人受刑。云舒，你说是吧？没错。来人！崔云舒，你要是承认魏孝明所说都是假话，本太子可以放你一马。孝明所说无半点虚言。好，上刑！我看谁敢！孝明，我朝法度向来如此，你如果现在就阻拦的话，一切都会前功尽弃的。我也不能让你受这么大的折磨。你想想暗龙寨那些贫苦百姓，你难道能护他们一辈子吗？只有朝廷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，也只有朝廷才可以让天下安康。真是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若是他能辅佐明儿，我也可以安心了。行刑！云舒！混蛋！还有多久？总共1刻钟。你这个混蛋，敢让自己女儿受如此酷刑，你还配做父亲吗？我大前自有法度，难道人人都像你做事一样，靠蛮力解决问题吗？云舒，小明，你要记得，任何人都不可以凌驾于朝廷法度之上。朝廷法度是为了百姓的安定而设的，要记住。
我知道了。云舒，民女崔云舒所言属实，请太子作证。你居然挺过来了！民女崔云舒所言属实，请太子作证。闭嘴吧你！侍卫哥哥自有决断。民女崔云舒所言属实，请太子作证。哼哼，你是所言属实，但是他还没有证实啊！你说什么，老头？不要得寸进尺！难道你忘了，2人行凶，1人作证，有可能怀疑是帮凶？小明何时是帮凶了？那你忘了，当初他到我崔家打伤我的护卫，企图把你带走之事了？对，就是这个土匪，当时硬闯我崔家，有很多人都可以作证的。可他并没有带走我，但是你最后还是去了暗龙寨，那是我自愿前往的，跟向明没有关系。私自与土匪在一起，便是勾结。之前所言不能为证。你个老王八蛋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你看着云舒受苦高兴什么？那是他自己愿意作证，与我何干？父亲，您当真要如此无情？在你一而再再而三，搅得我崔家颜面无存时，我就已经不认你这个女儿了。你就是我崔家的败类。原来在您眼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好，我崔云舒今日便与你崔卫断绝父女关系。从此，这世间我只是世间的崔云舒，不是你崔府的崔云舒。逆女！云舒，崔家的血脉，我还给你。你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云舒，云舒，你还有我，你是我的云舒，是魏向明的云舒。云舒，云舒，快救人！快救人！云舒，快救人！快救人！云舒，还不快去！孽障，和他娘一样，油盐不进、是非不分的贱人！崔卫，不仅害了云舒，还诋毁了我的救命恩人，你就真的不怕死吗？向明，大胆魏向明，还不快放开我岳父！放心，他不敢杀我。你忘了刚才云舒说的话了吗？向明，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你给我等着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看来天后是找到他的儿子了。你说什么？刚才我看见魏向明的手上就有那块紫色胎记。这不可能！那要如何解释？你看看他对他有多关心，看他的样子，像看自己的亲儿子，而看你的，原来是真的。刀就在你手上，用不用就看你自己了。天后，云舒姑娘已无大碍，只要精心调养，定能恢复。你下去吧。明儿，天色已晚，这里我会派人照顾，你先去休息吧。
是我害云舒受伤的，我得留在这儿陪他。明儿，不好好休息，怎么为云舒报仇啊？娘亲，你说什么？以我对崔卫的了解，他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你若不能将他扳倒，他一定会咬着不放，到时候云舒还要受苦。这个老王八蛋！明儿，跟着我学习朝政，等你将来成为太子，崔卫就再也不敢动你了。娘亲，我并不想成为什么太子，我只是想带着云舒在暗龙寨一直生活下去。糊涂！崔卫会放过你吗？暗龙寨说到底就是个留名之所，如若崔卫一心想要剿灭，本宫也没有办法阻止。难道你想让云舒看着安龙寨的百姓受苦吗？若是以权势压人，那我跟崔卫有什么分别？你想怎么做？崔卫这个老王八蛋，不是揪住朝廷法度不放吗？那我就让他自食恶果。崔大人，我们倒卖天地的事发了。你说什么？倒卖天地的钱，我可是一分都没有私吞呐！这些钱都进了你崔将军的口袋，你可得保我呀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。今天早上不知道是谁啊，把倒卖天地那个契约丢在了大理寺的那个案台之上。那巧不巧，天后正在那儿巡查，结果惹得天后震怒，下旨三司彻查。那契约上可有写我的名字？那倒没有，我连我的名字都没写，怎么会写崔将军您的呢？可是整个朝廷都盯着这个事儿呢，我是害怕东窗事发，波及到我们两个人呢。那你担心什么？有没有证据证明是你我二人干的？可是那天帝都在啊，三司要是派人清点天帝，那最后肯定发现我是幕后主使啊！哼哼，你是害怕那些荔枝树被人连根拔了吧？我又不想要吃它们，这不是宫里的贵人们想吃吗？哎，那宫里那些娘娘为了吃上你一口荔枝，也会出来阻拦的。宫里的娘娘我倒是不担心，我担心的是天后啊！啊，你还给天后送过荔枝？哎，你怎么这么愚蠢？哎呀，崔将军呐，我也不想啊，就凭宫里那些娘娘们的闲言碎语，那天后早晚也会知道。你说，要是种出荔枝不给天后品尝，那我这脑袋不早就搬家了？就你这个猪头，早就该被砍了。这个女人那个女人，你就会巴结这些女人。不讨好女人，这天下不早乱了吗？你个废物！哎呦，崔将军呐，您先别急着打我了，赶紧想想办法啊！你呀，哼！新贪官，告诉本宫，你贪污那么多田地的钱哪儿去了？天后，下官没有贪污啊，那些钱都种到地里了。你种的什么能需要800万两黄金？臣种的是荔枝啊！哦，荔枝？哎，天后，您有所不知，这荔枝啊，它是南方的植物，在咱们中都呢不适合栽种，咱们中都这儿啊不适合种植，所以就需要一些特殊的肥料，它才能长。什么肥料这么神奇？呈上来。就是此物价值1000金。对呀，天后，就是此物，把它种在地里，那荔枝才能生长啊！你放屁！就这些破玩意儿，要不了1文银子，什么都养活不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家里面的那些地契，就是我拿到大理寺的。原来是你这个小子，你怎么敢堂而皇之的到我们朝堂之上？你也太放肆了！是本宫叫他来的。天后，一个没有半点官职的人在朝廷上议事，要传出去，有损朝廷威严呢。天后，崔将军所言极是，还请天后收回成命。看清楚了，我现在是大理寺提司，对此案有审问之权。提司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这怎么不知道啊？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天后，将一土匪无端进阶4品官员，恐惹朝廷非议，
让朝纲不稳，还请天后收回成命。本宫只让他负责这一桩案件，此案告破便卸任。那好，魏相明，本太子问你，这等肥料怎么不价值1000金了？荔枝本为南方生长，只因南方多湿土雾气，才能使荔枝更加的圆润饱满、湿润透亮。而这些东西，不过只是煮熟的麦穗、桔梗杆，将它们捣碎搅拌在一起，根本就无法满足荔枝的营养需求。你胡说！你根本就不懂得种植荔枝，你就在这儿胡言乱语，你蒙蔽天后，你是何居心？我胡说，但凡是下过田、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，这些东西不过是秋收之后普通老百姓的余粮，将它们打磨成粉，加上一些白面揉成团，就能够满足百姓的一日需求。胡说八道！天后，此人在这胡说八道，恳请天后立刻斩了此人呐！辛大人莫非是忘了，我现在是大理寺的提司，是你想斩我，还是我想斩你？辛大人所说并无不妥，你魏大人为何一口咬定这不是种植荔枝的佳料呢？哦，老王八蛋，你居然还能叫我一声大人，真是离奇。既然天后封了你的官职，按照礼制，我的确应该叫你一声魏大人。你真是朝廷的好官呢。魏大人，你再次逞口舌之快，还不如抓紧证实你言语的真实性吧。好啊，你户部派一个懂农桑的人上来，一查便知。启禀天后，此物确实能助长谷物。此话当真？微臣看农30载，绝无出错。魏相明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那此物培育荔枝否？这微臣不知。不知？天后，此物确实也如魏大人所说，能充当百姓口粮。但是要说能培养荔枝，微臣没有试验过，所以不敢妄言。那就是说，若他人伪造事实，便无从查证。如果天后给微臣1个月的时间，微臣定能查清此物作用。1个月？1个月后，本宫还要你做什么？本宫自己不会看吗？退下去！微臣告退。天后，既然无法证明魏大人所说，又无法定辛大人的罪，不如我们先退朝，改日再议。谁说不能证明？魏相明，你现在可是朝廷命官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。我魏相明说话一向一言九鼎，你们就仔细给我看好了。你大胆！那可是放在天后面前的茶水，你竟然敢泼洒，简直大逆不道！魏相明，你在朝堂之上胡言乱语也就罢了，你竟敢将天后的茶水洒于地上，你难道想要被诛九族吗？魏相明，你死定了！你们睁大眼睛，仔细给我看好了。看见没有？这些东西只要和水混合在一起，便会变得干燥坚硬。若是把这些肥料撒播在田地，但凡下雨，田上就会全是疙瘩。本来中度雨水就不多，还被这些疙瘩抢走，荔枝当然就没有营养。辛探官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这不可能啊！这！天后只需下旨，去辛大人种的田地里撒上一些肥料，再浇灌一些清水，便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。辛探官，你可认？哎呀，陛下饶命！这事都不怨我呀，陛下！来人，拉下去斩了！崔将军怎么又着急灭口？这不还没查明白？实证物证俱在，还能容他反悔吗？魏大人，你果然高明！来人！我说还没有，人你就带不走。魏大人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明明记得天后要查的是那800万两黄金的去向。崔大人，难道您就不好奇辛探官拿了这么多钱去干了些什么吗？还能干什么？花钱享乐，
购置房产，极尽奢侈之能事。他一个人花了这么多钱，怎么花得完？他就不能买通官员，为他撑台面吗？我说魏大人，你这个指控太过于严重，如果没有真凭实据，这是要下大狱的。真凭实据，说得好，就在你的军队里边，一查便知。夏明，你放肆！你是在说这800万两黄金是被我右龙武卫私吞了吗？难道不是吗？魏夏明，你就是一个土匪，如果没有天后给你撑腰，你也未能站在这朝廷之上。但是你站在朝堂之上，竟敢污蔑本将军私吞黄金，岂有此理呀！启禀天后，此等逆贼之言，请赐魏向明死罪，否则传将出去，那么本将军还如何带兵？你还真是巧言令色，死不承认。天后，你若不降罚于他，北志愿交出帅印，卸甲归田。天后，万万不可呀！崔将军乃我大前护国将军，此时让他卸甲归田，恐怕是会伤了三军将士的心呐。崔将军想要卸甲，那便卸吧。天后，本宫最担心的是那800万两黄金的下落。太子可知道这800万两黄金能做什么？建造宫殿，扩充军队，修建陵墓。它能让我大前百姓安稳1年。崔卫，你告诉本宫，你拿还是没拿？崔卫，回答本宫。黄金是我拿的又怎样？我作为一个护国大将军，难道还不该拿吗？放肆！那可是百姓的田地，你竟敢从百姓的嘴里抠出1颗颗黄金，你简直该死！你给我住口！你这个妖女，还轮不到你教训我！你说什么？这大钱，我与皇上打下的大钱，与你这妖女又有何干？我告诉你，你是欠我的！崔卫，你疯了！我没有疯，疯的是你们，让这个妖女坐在天子的位置上，一个个也不出来指责，让这个女人做了15年的皇帝，你们才是疯子呢！天后治理下的大钱，风调雨顺，关河宁定，百姓生活蒸蒸日上，怎么就不配坐那天子之位？这又和他有何相干？他不过是拿着我们拼下来的江山，又拿着皇上给他的权力，这儿杀几个人，那儿杀几个人，才坐稳了这个位置。你以为本宫只会杀人？你还会妖言惑众，你还会在皇上的耳边吹枕边风，你还会用那千人骑万人踩的身体谋取权力。住口！我不许你侮辱我娘亲！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吧？这个山匪是他的儿子，这个山匪是堂堂天后的儿子。混蛋！原来你早就知道。我知道又怎么样？当年的事情不过只是顺水推舟。天后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当年的事太过复杂，一时说不清楚。说不清楚？好啊，好啊！你现在可以说清楚了吧？我找人护驾呀！对呀，还要护驾呀！别乱，站住！都给我站住！这可怎么办呢？对，这怎么办呢？都给我站住！尔等身为阁僚、四卿，如此狼奔之徒，身为人臣，礼仪何在？来人，帮助诸位大臣退出大殿。魏向明，要不是我知道你是个山匪，我还真的以为你就是太子了呢。废话少说，崔卫，你杀了他，我杀了这个妖女，从此天下就是你我二人的。侍卫，我从小把你养大，你竟然这么对本宫！闭嘴！你根本不是我母亲，我的母亲是齐贵妃，不配做你的母亲。你闭嘴！小心我现在就杀了你！侍卫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养了你20多年，就是冰块也捂热了，你竟然现在想要杀本宫！你杀的人还少吗？3个、5个，还有6弟，哪一个不是被你杀死的？你
既然知道我不是你亲儿子，你还会留我吗？你怎么知道本宫不会？因为你就是个心狠手辣的妖妇。李世伟，养育之恩大过天，你别忘了，这些年的荣华富贵到底是谁给你的？那是我自己命好，现在这条命被你捡走了，我必须要夺回来。大殿内内外外都是我的人，杀了本宫，你们也活不成。哼哼，你不是要知道那些黄金去哪儿了吗？魏小明说对了，他们就在我的军队里。翠微，你想造反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等这一天已经15年了。妖龙五位何在？妖龙五位何在？龙五位，龙五位呢？别喊了，你的幽龙五位已经被左龙五位全歼了。说什么？还记得你的影卫亲卫吗？他把你谋乱的事情告诉了我，而我告诉了天后，所以我们才设下此局，以你上钩。逆子，你个逆子，女人，果然是祸国殃民。女子才不会祸国殃民，只有像你这种逆贼，才会把自己的过错强加在女子身上。该结束了，来人！皇后娘娘，时间不早了，该启程回宫了。好呀，我的皇帝陛下。